卡普才是恶魔果实的试金石。黑胡子拼命猎杀来的神级能力，仅仅是在对抗卡普的一场战斗中，就被验证出有3个是废材果实。看似能力很逆天，战斗力却几乎为零。第一个是超人系膨胀果实，能力者是圣胡安恶狼，他本来就有着巨人族庞大的身躯，经过膨胀后体型堪比一座岛屿，对力量是否有增加暂且还不清楚，反正移动速度变得比乌龟还要缓慢，卡普都跳到他的脸上了，圣胡安恶狼还是一动不动站着发呆，简直就是敌人攻击的火把，惨遭卡普一拳头打飞，跌落大海之中。如果膨胀果实只是增大能力者的体积，确实算不上所谓的神级果实，用来清理实力弱的小杂兵或许还行，对战顶级强者只能乖乖站着被打。第二个是超人系99果实，能力者巴斯克乔特，人送外号大酒桶。目前这颗果实只表现出2种能力，制造酒精气泡漂浮空中，以及用酒精制造火焰燃烧攻击。在新世界能用火焰攻击的人太多，因此才有了烧果实狗都不吃的言论。巴斯克乔特靠着酒精喷火攻击，被卡普拿起2个小海贼完全当下，没有造成一丁点的伤害不说，反过来还被卡普狠狠揍了一顿。本以为99果实有着堪称神级的能力，看到巴斯克乔特对战卡普的表现，简直就是没人要的废材果实。第3个是超人系透明果实，能力者是前推进城看守长宇之溪流，也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恶魔果实，让吃下它的人变成透明，自由去女澡堂参观。溪流对透明果实的能力非常依赖，不管是打赏金只有3亿贝利的莫里亚，还是对抗最强的传奇海兵卡普，都会变成透明人，用偷袭的方式攻击。不过透明果实并不能克制见闻色霸气，溪流在偷袭科比的时候被卡普发现，虽然身体惨遭雷雨直接贯穿，也抓住了溪流的本体，将其狠狠摔在地上。如果遇到藤虎这样的见闻色高手，以及掌握预见未来的香克斯等强者，溪流的这颗透明果实简直就是一个笑话。看似隐藏住了身体，其实被对手看得一清二楚。哥口中的天龙人大秘宝确定了，伊姆将会用它来对抗黑胡子。当年多弗朗明哥在德雷斯罗萨说过，他之所以能让世界政府帮他发布假消息，不仅仅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位天龙人，而是因为他知晓圣地玛丽乔亚隐藏的大秘宝。后来明哥被路飞击败后关入海底大监狱，伊姆甚至派杀手去推进城企图将其干掉。可见明哥口中的大秘宝确实让伊姆大人非常看重。有人说大秘宝就是3件古代兵器之一的天王，这种推测显然不合理。就算伊姆掌握天王的信息公开，又有谁能去玛丽乔亚将天王抢走呢？除了要对抗海军最高战力3位大将，还要面对天龙人的王牌神之骑士团，以及每一个人实力都不输四皇的五老星。还有人说大秘宝是贝加庞克制造的圣母烈焰，为了惩罚与革命军合作的国家，伊姆曾展示过他的威力，不计其数的激光束从天而降，瞬间将路路西亚王国摧毁。之后大海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深坑，全球的海平面也随之上涨。圣母烈焰的威力不亚于任何一件古代兵器，如果它就是明哥说的大秘宝，公开后反而更利于天龙人的统治。从伊姆一直在阻止有人研究消失的100年历史来看，那件大秘宝一定和贝加庞克口中的世界真相有关。贝加庞克也明确说了，未来整个世界会被大海吞没，导致海平面上涨的原因就是地震。伊姆赶走路纳利亚一族，将圣地建设在红土大陆之上，目的就是应对未来海平面的上涨。明哥口中的大秘宝也是在世界被淹没后能保命的东西，就像一直存放在渔人岛的诺亚方舟一样。伊姆之所以要将明哥灭口，就是担心他说出大秘宝后会让世界终将被大海吞没的真相公之于众。萨坦圣召集五老星齐聚弹头岛，也是为了阻止世界真相公开。当下有2种方法能引发大规模地震，就是圣母烈焰和阵阵果实。如果不是伊姆出动圣母烈焰导致海平面上涨，一定是黑胡子用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所致。看来明哥口中的大秘宝终将会用来应对黑胡子的野心。亲自离开海军的真正原因公开，五老星才是背后的关键因素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战国辞去海军元帅之位，推荐大将亲自作为接替者，世界政府则让赤犬上位。2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赤犬以微弱优势获胜。在此之后，赤犬当元帅抽雪茄，亲自辞去大将职位离开海军。他为何会断然离去，至今没有准确的答案。有人说亲自与赤犬不和睦，他很反感所谓的绝对正义，也无法成为赤犬的手下。这个说法显得有一点点勉强。也有人说2人的元帅争夺战就是一场赌局，获胜的人接替元帅之位，率领海军维护世界和平，失败的人则要辞去大将职位，去黑胡子海贼团当卧底。在所有的4皇之中，黑胡子的目标最邪恶，企图当世界的王，而且黑胡子拥有2个恶魔果实，必须有人去他身边寻找弱点。后来亲自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从剧情上看好像也很合理。在海贼王漫画1113话中，萨坦圣准备将尼可罗宾铲除，他强调罗宾之所以还活着，是当年赤犬没有将其抹杀。从此可以确定一点，毁灭奥哈拉的时候萨坦圣也在场，应该是他命令赤犬炮轰避难船，将普通的老百姓一并铲除。而且赤犬能当上海军元帅，也离不开五老星在背后的支持。从在弹头岛的战斗来看，5个老头的做事风格极其残忍，
所谓普通的平民百姓，在他们的眼中就像蝼蚁一把。亲自认为赤犬当上海军元帅会彻底沦为吴老星的走狗，即便留在海军能保住大将之位，也无法实现自己坚持的正义。后来亲自在庞克哈萨德登场，秒杀多弗朗明哥，救下斯摩格，也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没有变，海贼的身份更加利于他做事，并且嘱咐斯摩格回去告诉赤犬，一定要派人去德雷斯罗萨事件。可见在亲自的内心中并没有记恨赤犬，而是不愿意成为吴老星残害平民的工具罢了。海贼王最新一话公开吴老星战力排名，萨坦圣只能排第4，索隆将击败最强之人。毕特圣每次出场都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，没想到他会是一只非常恶心的大杀虫。抵达弹头岛对战武当路飞，张开嘴巴将路飞吞掉，结果被巨人族的东利和布罗基拦腰斩断，后来又变成杀虫模样，将周围的事物吸入口中。超强的吸力一度让2个巨人无法行动，却被路飞捡起移动建筑物扔到嘴巴里打断了攻击。毕特圣的2次攻击都没有效果，绝对是最弱的吴老星。萨坦圣的战斗表现最多，不过实力也只能排第4名。在弹头岛变成妖怪牛鬼模样，身体周围还缠绕着黑色焰云，应该掌握了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甚至还能让敌人从内部爆炸。而且萨坦圣特别擅长用毒液攻击，吐出的毒球堪比核弹爆炸。不过萨坦圣的攻击力并不强，被暴君熊一拳打断牛角和几条腿，联手黄猿对战武当路飞，甚至都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。如此来看，萨坦圣的整体实力远远没有达到4皇级别。沃丘利圣是巨大的油猪，能通过霸王色吼叫造成伤害，不仅能让数公里外的海军晕厥，还能将路飞的伤疤吹出身体。沃丘利圣能让獠牙变成刀刃攻击，武装色不强的对手无法抵挡，而且他的武装色霸气特别强。路飞用橡胶枪打中他的脑袋后，不仅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还让自己的手受到严重的伤。可见沃丘利圣还没有展示全力，比萨坦圣的战力应该稍强一些。马兹圣也是一副斯文模样，是日本神话中的妖怪，已经真天，可以从口中喷出火焰攻击。萨坦圣不能打破的弹头岛防御壁，在他的火焰攻击下也被打破，可见他的攻击力非常强悍。而且圣平还强调过，马兹圣的霸王色很强，应该能造成物理伤害。陆奇也强调过他的战斗力很强，让他小心点保留卡库一条小命。不过马兹圣在破坏电话虫时被某个强者吓得面色凝重，这也能说明马兹圣不具备最顶尖的战斗力。内斯兽狼圣每一次出场都给人一种不服就干的气场，在弹头岛的战斗表现甚至可以用无敌来形容。变成日本妖怪古马之后，拥有非常快的移动速度，砍瓜切菜一般干掉所有的和平主义者。内斯兽狼圣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无上大快刀初代鬼彻，他的整体战斗力绝对不会在最强剑豪鹰眼之下。目前内斯兽狼圣正要对波尼下手，索隆会在弹头岛与他交战吗？溪流对战卡普暴露出真正的杀手锏，也难怪他会成为索隆的终极对手。当年溪流在海底监狱登场，伊万科夫就说过他比麦哲伦更加恐怖，两人拥有同样的战力水平，但麦哲伦因为毒果实副作用，每天只能战斗4个小时。溪流的作战持久性更强，真正的实力应该更强一些。元帅战国曾夸赞过麦哲伦，说他拥有准大将级别，如此可以推断出溪流的战斗力也很接近大将。在加入黑胡子海贼团的2年间，溪流通过吃下隐身果实来提升战斗力，被黑胡子任命为第2船长，也是认可他强悍的实力。不过在对战赏金3亿2千万的莫利亚时，溪流没有选择正面攻击，而是利用隐身果实进行偷袭，也被粉丝诟病太依赖恶魔果实，战斗力的上限不会太高。凯多对战路飞的时候说过，恶魔果实的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的强大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罗对战黑胡子的时候也证明过这点，利用强大的武装色霸气驱散毒 Q 用病病果实造成的伤害。后来卡普闯入蜂巢岛就可以一拳霸禅攻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。溪流再次利用隐身果实发动偷袭，逼迫卡普用身体去保护克比，最终导致卡普被贯穿腹部，惨遭众人的围攻战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卡普对3种霸气的修炼都很强，见闻色却不能找到溪流的位置，靠着直觉才发现克比有危险，不得不用身体来保护大徒弟。从溪流对战莫利亚和卡普来看，他的杀手锏就是隐身果实能力，即便对手拥有很强的见闻色霸气，也很难准确找到他的位置，这对索隆将是非常大的考验。拥有霸王色霸气也很难发挥作用。不过索隆只要提升武装色的强度，让溪流的斩击不能造成伤害，即便见闻色不能破解隐身果实，索隆依旧能在对战溪流时获胜。那时索隆的武装色会更强，应该能打造出自己的黑刀了吧。界透露出佛之战国的实力上限，卡普在马林范多对他的评价果然没错，曾经也是一名大将的战国，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呢？纵观已经登场的几位海军大将，相比4皇还有不小的差距。青雉与白胡子多次交手，攻击都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。黄猿和路飞在弹头岛大战，结果被完全碾压，身受重伤。还有被称为怪物的绿牛，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。藤虎也曾主动对红发团出手，也被香克斯的霸王色喝退。赤犬的实力应该比他们强一些，也不敢正面对抗老年白胡子，利用斯库亚德重伤对方后，
才敢站出来与白胡子交战。战国是罗杰时期的海军大将，也是唯一确定有霸王色的大将。当年联手卡普对战金狮子，双发大战3天3夜才将对方击败。战国与白胡子争斗几十年，整体实力也应该不弱于对方，对见闻色和武装色的修炼也应该达到了最顶尖水准，说不定还掌握了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黑胡子得到超人系阵阵果实，曾扬言将马林范多彻底摧毁，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黑团全员拍吐血。如此来看，战国的实力应该不输任何四皇。罗杰在20多年前也曾评价过战国的实力，他干掉一群海军之后强调弱，要想逮捕他必须叫上战国或卡普。可见罗杰非常认可战国的实力，也和卡普一样有实力抓住自己。赤犬在顶上战争一拳贯穿艾斯后，又想将路飞的脑袋留下来，彻底愤怒的卡普朝着赤犬走去，嘴里还念叨着要拧下赤犬的脑袋。战国见状立马冲了过去，一巴掌将卡普的头按在地上。卡普也对战国说，就这样按住自己，否则真的会干掉赤犬。潜台词就是战国有足够的实力，能控制此刻暴怒的自己。从卡普去蜂巢岛的表现来看，绝对有不输任何四皇的实力。他强调战国能按住自己的脑袋，还不能证明战国有超四皇战力吗？3位四皇丢掉5个神级恶魔果实，成就3位大将级强者和2位四皇，其中2个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状态。白胡子作为世界最强男人，也是丢掉恶魔果实最多的四皇。当年四番队长萨奇得到暗暗果实，立马就被黑胡子盯上了。他没有念及同伴之情，手起刀落将暗暗果实抢走。黑胡子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知道那颗果实拥有最邪恶的量，不仅拥有黑洞一样的无限引力，还能让其他恶魔果实的能力失效。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的加持，击败了赏金高达5亿贝利的艾斯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黑胡子借助七武海的身份，带领手下闯入推进城，在第6层开启最残酷的招聘会，招募到5位战力强大的伙伴。随后抵达海军基地马林范多，当时的白胡子已经身受重伤，奄奄一息。黑胡子靠着从下跪认干爹的小渔民，到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黑胡子的实力经历过6次提升。12岁的帝奇见到白胡子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，他要认眼前的男人当干爹，成为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，目的是寻找最邪恶的暗暗果实，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。此时的黑胡子只是个毛头小子，还看不出有多强的战斗力，在白胡子船上混了2年，黑胡子的实力有了不小的提升。对战罗杰海贼团时，表现出来的气场很强，说巴基和香克斯算不上强者，甚至动画组还导出一个镜头，疑似与冥王雷利进行了战斗。不知过了几年，黑胡子的实力突飞猛进，与年轻的香克斯爆发冲突。那场战斗的经过没有公开，结果是香克斯的左眼留下3道疤痕。当时香克斯的赏金是10亿4千万，黑胡子完全拥有与之匹敌的实力。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，黑胡子已经成为队长级别的强者。当众人推举艾斯为2番队长时，他还特意询问黑胡子的意见。虽然当时黑胡子的赏金为0，在艾斯心中却拥有当队长的资格。后来干掉萨奇抢走暗暗果实，也能证明他拥有队长级别的实力。吃下暗暗果实后，黑胡子成立自己的海贼团，战斗力也再次提升。得知路飞的赏金达到1亿贝利后，直言草帽团就是他们的猎物，对战艾斯也完全没有劣势。靠着暗暗果实邪恶的能力获胜，顶上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绝对是黑胡子。海军集结10万兵力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黑胡子偷偷来到海底监狱，招募到5位强大的伙伴。赤犬败光人品，丢掉半条命，才将白胡子打成重伤。黑胡子带着一群小弟捡漏，得到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，扬言自己才是最强男人，带着手下对抗卡普和战国一点不足。此时黑胡子拥有的战斗力，至少在海军大将级别。面对香克斯提议打一架时，黑胡子还是怂了。
带着手下乖乖离开，嘴上说着还没到交战的时刻，却表明他还没有匹敌四皇的实力。经过1年的发展，黑胡子与马尔科率领的队长的战斗，以完全碾压的方式获胜，赏金13亿7400万的马尔科也说了，完全不是双果石黑胡子的对手。之后黑胡子当上四皇，赏金达到22亿4760万，还算不上顶级四皇。又经过1年的发展，黑胡子的赏金达到39亿9600万倍，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能轻松秒杀赏金16亿5900万的汉库克。不过与赏金30亿的罗战斗，只靠阵阵果实的输出居然没打赢，使用暗果实之后，才将罗彻底击败。这种战绩算得上顶级四皇吗？卡塔库利与多弗朗明哥谁的战斗力更强？尾田终于在 SBS 中给出了准确的答案。经过2年的修行后，路飞遇到2个强悍的对手，一个是赏金3亿4000万的多弗朗明哥，另一个是赏金10亿5700万的卡塔库利。这2人的实力强弱一直是海迷讨论的话题。单单从赏金上来看，多弗朗明哥明显处于下风。不过在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每个人的赏金都暴涨了一波。拥有霸王色的女帝汉库克，赏金都能达到16亿5900万倍里。如果多弗朗明哥不被关入海底监狱，赏金妥妥的会超过10亿。从恶魔果实的修炼来看，明哥与卡塔库利都掌握了觉醒能力，卡塔库利甚至让诺诺果实拥有了自然系的一些特质。不过从多弗朗明哥使用的招式来看，他对线果实的开发更强。大招鸟笼绝对是逆天般的存在，即便是藤壶也无法阻止其收缩。在3色霸气的修炼方面，卡塔库利占据绝对的优势。2人对战路飞的时候，都释放过霸王色霸气，只是将周围的小喽啰震晕，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卡塔库利对武装色霸气的修炼明显强于多弗朗明哥。对战路飞的时候，武装色的硬度一度打得路飞不能还手。明哥在对战罗的时候，手掌包裹武装色却被妖刀鬼哭砍伤。至于见闻色的修炼，卡塔库利已经掌握到预见未来的水准，虽然比不过香克斯的见闻杀，相对多弗朗明哥要强很多。在战绩方面，卡塔库利基本不出蛋糕岛，没有与顶级强者交手的记录，对战过最强的敌人就是路飞，不拿掉一个腰子，路飞也不会赢。后来黑胡子派青雉去蛋糕岛抓布里，也是认可卡塔库利有接近大将的水准。多弗朗明哥与2位大将有过交手，一位是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在冰火岛被瞬间冰封，挣脱冰块后嘴上很不怂，能看出与青雉的差距很大。对战藤虎的时候态度非常嚣张，主动出手，还扬言连藤虎一起干掉。不过从藤虎坦然的态度来看，搞定当时的多弗朗明哥不在话下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多弗朗明哥最初的设定是百兽海贼团的干部，担心路飞在鬼岛打不赢如此强大的敌人，才把他设定成一位小 boss。百兽海贼团的干部都用扑克牌命名 ，JQK 分别代表3位大看板，其中 K 代表岩灾镜，也是最强的大看板，战斗力仅次于凯多。多弗朗明哥一直被称为 Joker， 是扑克牌中的鬼牌，比 K 更大。如果他被安排在百兽海贼团，战斗力必定在岩灾镜之上。如此来看，即便明哥的霸气比卡塔库利弱，整体实力不一定落于下风。能挡住罗杰神臂的英雄卡普，打溪流的时候为何不用霸王色缠绕攻击呢？2年前的顶上战争，白胡子就给出过答案。刚刚抵达蜂巢岛时，卡普用一招银河冲击摧毁一座城镇，对战首席大弟子青雉，又用一招海底落下轻松击溃。重新站起来的青雉身上和脸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伤痕。为了救科比，卡普用身体挡住溪流手中的雷雨，在将溪流打入地面之下时，也没用像打青雉那样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这不禁让人想起2年前去救艾斯的白胡子，整场顶上战争下都没有释放过一次霸王色，更加没有使用过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当时的马林范多有很多白胡子海贼团旗下的普通成员，路飞在绝境下释放霸王色，海军和海贼都倒下了一大片。一旦白胡子释放霸王色，能击溃海军，也会误伤自家的普通成员。艾斯被救出之后，白胡子让所有人撤退，才敢使用真正的力量战斗，用地震攻击弄出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，也将马林范多一分为二。当艾斯被赤犬干掉之后，白胡子彻底释放自己的力量，差点将赤犬打入地底之下，也将海军基地几乎完全摧毁。如此来看，白胡子不用霸王色，也是担心强大的输出会误伤同伴。卡普用身体挡住溪流的偷袭，当时科比就躺在他的身后，如果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，附带攻击必定会伤及到科比，还有贝鲁梅伯和格鲁斯也会在攻击中受伤。为了保护同伴限制输出，会导致卡普在蜂巢岛有生命危险吗？土星萨坦圣激战路飞摧毁弹头岛，卡普惨遭暗算生命垂危。海贼王1087话超前情报更新，一共有5张情报图。第1张是太阳系中的土星，配文是土星与书呆子。不出意外，五老星中的土星萨坦圣已经抵达弹头岛，与路飞爆发了激烈战斗。随着萨博的回忆完结，世界会议的遗留剧情基本告一段落，当下的故事主线还是弹头岛的冒险。五老星与路飞大战合乎情理，期待萨坦圣能展示他的果实能力，也能判断出五老星的战力强弱。第2张情报图是发生巨大爆炸的画面，很可能是介绍弹头岛的结局，被世界政府完全摧毁。五老星和黄猿出动时，带来了比屠魔令更强大的舰队，而且海军还在源源不断地朝着弹头岛派遣兵力。不管萨坦圣与路飞的战斗结果如何，弹头岛都无法保留下来。
伊姆绝对不允许贝加庞克的科技成果落到海贼手中。此时也不用为草帽团担心，有桑尼号在就能安全逃走。接下来就是离开弹头岛的新冒险。路飞是去救薇薇还是卡普呢？第3张情报图是一只水獭头上顶着一个橘子，一种情况是代表贝加庞克，他头上一直顶着一个苹果，应该是交代贝加庞克离开弹头岛之后的去向。另一种情况就是代表土星萨坦圣，水獭代表他的恶魔果实。从五老星攻击萨博的剪影可以判断出，萨坦圣的头上有2个角，很像是水牛相关的恶魔果实，与水獭的模样完全不一样。第4张图是沙发被刀子捅漏气，很容易推断出是某个核心人物遭到了暗杀。弹头岛的剧情基本明了，卧底已经找了出来，暗杀不太可能出现，除非是路飞与萨坦圣战斗时被对方打漏气了。难道五老星真的很强？另一种情况就是卡普在蜂巢岛的剧情，他被黑胡子的干部们偷袭了。卡普深入黑胡子的老巢救克比，兵力上确实有很大的劣势，即便能轻松揍轻治一顿，也很能对付黑胡子海贼团的其他干部。几个人一起围攻卡普，外加溪流的隐身果实偷袭，卡普受伤很难免。即便是卡普遭到暗算，也不会被黑胡子海贼团轻易打败。第5张情报图表明的是正义，给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海军中的重要人物，他们坚持的正义基本公开了，只有卡普所坚持的正义还未确定。如果出现他的回忆画面，很有可能是卡普在蜂巢岛受到重创，生命安全都很难保证。不过战国与贺婆婆已经知道卡普去了蜂巢岛，这2位老将出马，不能说击败黑胡子海贼团，救走卡普并不困难。为什么说拥有准大将实力的宇智溪流，在吃下隐身果实后，战斗力正在被索隆拉大呢？当年在海底监狱，伊万科夫强调过，溪流是比麦哲伦更加恐怖的存在。2人的战斗力差不多，但麦哲伦每天拉稀10个小时，战斗时长远远不如溪流。在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时，麦哲伦主动释放溪流，认可他能抵抗黑胡子海贼团。不过溪流没有听从麦哲伦的话，反而在黑胡子全团中毒时送来解药。当黑胡子邀请他加入时，溪流也没有拒绝，成为黑胡子海贼团的一员。战国是溪流的老领导，见到溪流出现在马林饭桶，表现得非常震惊。他担心麦哲伦的生命安危，也为溪流这样的强者加入黑胡子感到担忧。在黑胡子海贼团的2年里，溪流担任第2船长，并吃下了超人系隐身果实。当赏金3亿2千万的莫利亚闯入蜂巢岛，寻找曾经的同伴阿布萨罗姆时，溪流没有选择正面迎战，而是靠着隐身果实，用偷袭的方式打伤莫利亚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作为剑士的溪流选择利用恶魔果实来提升战斗力。不过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服用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罗在对战黑胡子海贼团时也证明过，被毒 Q 用病果实变成女人后，罗靠着强大的霸气将病毒驱散，重新变回原本的模样。与黑胡子战斗前期，罗一度处于优势，只使用阵果实的黑胡子被揍了一顿，直到黑胡子使用暗果实战斗后，罗才被黑胡子击败。卡普去蜂巢岛时，也证明了霸气能凌驾于一切，一招银河冲击毁掉一个城镇。与大将亲自战斗，卡普使用霸气让对方不能元素化，用海底坠落秒杀对方。如此来看，溪流所吃的透明果实，在对战索隆的时候不会起到任何作用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除了学习剑术，还学会了强大的武装色霸气。在德岛对战明哥手下皮卡时展示过武装色霸气碾压对方获胜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换刀提升了一波战斗力，用黑刀秋水换来妖刀炎魔，作为玉田的配刀，炎魔能释放霸气，这会让索隆的武装色霸气修炼更进一步。对战赏金13亿9千万的炎灾境时，索隆在绝境中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也达到10亿1100万贝里。从此也能看出，索隆提升战斗力主要依靠剑术和霸气修炼的方式，正好克制依靠恶魔果实提升实力的溪流。2人的最终决战，溪流很可能会完败。盘点海军王卡普的所有核心能力，霸王色缠绕和剑纹杀只是标配，最强的霸气外放目前只有他一人会用。第1技能霸王色缠绕，当年卡普的生命卡资料公开时，并没有标明他拥有霸王色霸气。作为海军中最强的人，拥有匹敌罗杰的战斗力，卡普拥有霸王色是必然的。在漫画1080话中，卡普闯入蜂巢岛，一招银河冲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也向所有人证实他拥有霸王色，而且霸王色缠绕攻击的破坏力也是最顶级的。第2技能强悍的武装色霸气，卡普拥有铁拳的称号，也是他拥有强大武装色霸气的最好证明。对战赏金5亿贝利的铁头功大师青椒，卡普提前用8座大山练拳，仅用一拳就打平了青椒的脑袋，用8座大山练拳显得毫无意义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卡普见到马尔科偷袭触形台，又是一拳将其打飞。马尔科拥有超强的恢复能力，黄猿的大招8尺琼勾玉都不能对他造成伤害，白胡子的后事都处理完了。马尔科被卡普打伤的头依旧缠着绷带。路飞从小吃着卡普的爱之铁拳长大，才拥有了堪称无敌的抗击打能力。第3技能超强的海军六式，都说海军六式中的铁块属于坑人的技能，使用的时候越帅凉凉的就越快。卡普没用过铁块，只用过六式中的铁，在七水之都打路飞时用过。在蜂巢岛对战前，海军大将亲至也用了一次，几乎达到了瞬间移动的效果。如果在顶上战争，卡普使用剃去拧赤犬的脑袋，战国或许也无力阻拦。第4技能剑纹杀，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官方公开香克斯拥有非常稀有的技能剑纹杀，是一种让敌人的剑纹色失效的技能。
即便能预见未来，也使用不出来。青雉在马林范多对战白胡子的时候，使用过见闻色预见未来技能，提前将身体元素化，躲开了已经附着武装色的从云切攻击。不过在对战卡普的时候，青雉并没有探查到卡普的下一步动作，被卡普一巴掌按住脑袋，吃了一招海底落下惨败。是否可以说卡普使用了见闻杀，才让青雉无法预知未来躲避攻击？第5技能霸气外放，作为自然系能力者，将身体元素化躲避攻击是一种常态。不过青雉在对战卡普的过程中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身体元素化，前期被卡普按住脑袋，是卡普用了武装色导致青雉不能元素化。当卡普把青雉打到地面之下后，依旧没有见到他将身体变成冰块，而且青雉身体的周围一直围绕着黑色闪电。是否可以说卡普能将霸气外放，不用接触也能让自然系不能元素化？如果让卡普和香克斯来一场战斗，双方的技能谁会更强一些呢？从来没有展示过真正实力的香克斯，用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揭开了3个谜团。海米口中的面子果实是确实存在的，索隆与鹰眼的实力再一次被拉大。第一个是香克斯为何能当上4皇？当年在东海的风车村，香克斯为了救路飞被带鱼咬掉一条胳膊，变成残疾人后，香克斯的实力不降反上，在6年前成为最年轻的4皇。很多人都非常好奇，他为何能成为4皇？现在有答案了，就是一个字：太强。对战基德海贼团时，香克斯只用了一招神臂，便秒杀了基德和基拉。基德算不上顶级强者，好歹也有霸王色和恶魔果实觉醒，赏金也达到了30亿贝里，结果没扛住香克斯一招，只能说两人实力差距太大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还公布过香克斯另外2个强大的技能，一个是见闻杀，能让敌人的见闻色失效，即便能预见未来也没有效果。另一个是瞬间移动，在顶上战争挡住赤犬沙克比的时候也用过。霸王色缠绕匹敌罗辑，外加瞬间移动和见闻色，如此强大的香克斯不会比任何一位4皇的战斗力弱吧？第二个是海米口中的面子果实确实存在。2年前的马林范多，香克斯用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结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斗。不管是当时的黑胡子海贼团，还是失去船长的白胡子海贼团，以及是拥有10万精英在场的海军，都选择了给香克斯一个面子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香克斯的战斗力强，红发海贼团他们打不过。世界会议期间，古老星特意留出时间见香克斯，也是给足了面子。如此来看，所谓的面子果实就是强大的实力，打不过就得给个面子。第3个谜团是鹰眼到底有没有霸王色？作为世界第1大剑豪，鹰眼曾经与香克斯决斗打成了平手，他到底有没有霸王色霸气，一直是海米非常好奇的问题。从香克斯秒杀基德的战斗来看，主要输出就是剑术与霸王色的结合。鹰眼既然能与香克斯打成平手，不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显然不行。如此来看，索隆与鹰眼的实力差距又被拉开了一个档次。之前追赶鹰眼，索隆需要像鹰眼一样打造一把属于自己的黑刀，现在来看，索隆还需要修炼霸王色，达到能像武装色一样的缠绕攻击。不过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，能否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就得看他的天赋了。只要索隆打造出黑刀，再学会带黑闪拉丝的攻击方式，超越鹰眼也不算难事。在凯多的眼中，索隆的实力真的比玉田差一个档次吗？跟着鹰眼学习2年归来，索隆的实力可谓深不见底，也学会了一刀劈船的本领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对战唐吉诃德海贼团，索隆与大将藤虎有过短暂交手，虽然嘴角被对方用重力刀打流血，战斗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时，索隆稍微拿出了一点实力，用碾压的方式秒杀皮卡。在场的观众之中，也有不少见过世面的强者，全部被索隆的表现征服。和之国篇章开始后，索隆才一步步展示自己战斗力的上限。为了保护路飞和小玉，索隆被超新星霍金斯用钉子打伤。认真起来的索隆用出一招2刀流，直接秒杀了霍金斯制造的稻草人怪物。随后霍金斯以对方会有帮手出现放弃攻击，显然是害怕自己打不过索隆。为了夺回被抢走的黑刀秋水，索隆在后岭的断桥与牛鬼丸战斗。就在此时，他听到有美女发出求救声，基拉正在追杀日和与小男子。索隆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出手挡住基拉的攻击。在与基拉的对战过程中，牛鬼丸趁机偷袭，导致索隆的肩膀被镰刀贯穿。随后索隆拔出镰刀，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将基拉瞬间秒杀。鬼岛战争爆发之后，索隆与德雷克联手对战阿普，抢夺病毒冰鬼的抗体。见到小菊的胳膊从屋顶掉落，他知道必须快点抵达屋顶对抗凯多。认真起来的索隆只用了一招1刀流，便秒杀了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双4皇，索隆让罗给自己打辅助，准备砍掉凯多的龙头。4皇大妈察觉到了危险，提醒凯多快点躲避，才避免了龙头被索隆砍中。见到5位超新星的实力过后，凯多和大妈决定一招搞定所有人，两人联手使用4皇合体技能霸海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要被秒杀的时候，索隆一个人站了出来，挡住霸海几秒钟，拯救了其他4位超新星。随后路飞向凯多发起猛攻，结果被一招霸王色缠绕引奈落打晕。正当凯多想着怎么打碎路飞的脑袋时，索隆又站了出来，使用出自己最强的9刀流招式阿修罗王者系，重创凯多的腹部。凯多对索隆的表现非常认可，强调斩击会给自己的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20多年前，凯多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，
腹部也被打伤，留下一道十字伤疤。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说了，玉田是能与自己一战的强者，可见在凯多心目中，索隆不具备与自己一战的实力，也没达到玉田的高度。不过在对战岩灾尽的时候，索隆彻底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，实力再度提升的索隆，相比玉田还会差一个档次吗？贝加庞克作为最强科学家，一共创造出5种兵器，研制 SSG 用了30年的时间。第一种，武器吃恶魔果实。除了人和动物能吃下恶魔果实，在贝加庞克的研究下，也可以让武器吃下恶魔果实。在司法岛篇章中，斯潘达姆手中的剑吃下了动物系象果实，剑的前半身会变成大象的躯体，攻击拥有大象的力量。因为能力者是剑，战斗中也不会消耗使用者的体力。犀牛手中的佩刀雷雨，斩杀过敌人过后会出现血水冲洗刀身，是不是吃了某种恶魔果实呢？第二种，人体巨大化。凯撒作为贝加庞克的老同事，拿着4皇大妈的钱，在冰火岛研究人体巨大化，让普通的小孩的身体变得非常巨大。百兽海贼团们的蛮霸者们也是身体巨大化的产物，不过在大妈们看来都是失败品，没有达到巨人族的战力水平。贝加庞克也做过人体巨大化的研究，在新型兵器 SSG 上也有体现。第三种，和平主义者。通过对暴君熊的改造，贝加庞克研制出了人形兵器，也被称为和平主义者。不仅拥有坚硬的身体，还能从口中、手中射出黄源的镭射光线，达到了科技与恶魔果实的完美结合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和平主义者首次登场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攻击，才勉强击败一个和平主义者。怪僧乌尔基和德雷克也都战败了。和平主义者的战斗力至少属于超新星级别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和平主义者登场后，很快便扭转了战局，白胡子海贼团只能被动挨打。第四种，人造恶魔果实。明哥提供给凯多的人造恶魔果实被称为 Smile， 吃下 Smile 果实后，一部分人并不能获得能力，变成只会大笑的旱鸭子。另一部分人的身体与动物结合，力量和速度有一定加成，对整体实力提升并不大。贝加庞克利用凯多的血统因子，也制造出一颗恶魔果实，被肚子饿的桃之助吃掉。在鬼岛对战凯多，桃之助可以变成如同凯多的巨龙，与大将绿牛战斗的时候，还可以从口中吐出气息，与幻兽种青龙果实完全一样。第五种 SSG 又名赤天使。海军在抓捕汉库克的时候，新型兵器 SSG 终于登场了，也被称为赤天使。外表和露娜利亚一族的剑一样，有褐色的皮肤和白色的头发，身后还有一双黑色的小翅膀，但体型要比剑高大很多。剑还是一位少年的时候，被海军抓住做研究，后来和凯多一起逃走。30多年过去了，新型兵器赤天使登场，难道说贝加庞克用了30多年才研制出赤天使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罗杰海贼团的成员对艾斯的评价：抵达拉夫德鲁找到 One Piece 之后，罗杰宣布解散海贼团，并告诉副船长雷利，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任海贼王。当时的罗杰还没有结婚，却期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海贼王，对艾斯在未来的成就非常期待。顶上战争爆发之前，光头贾巴抽着烟在东海现身，他并不希望世界爆发战争，对身边的人说，白胡子海贼团最好不要去马林凡多，就让海军安安稳稳的把艾斯处刑最好。这时的贾巴还不知道艾斯就是自己船长罗杰的孩子，才把艾斯当成是搅乱世界和平生活的暴风眼。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把顶上战争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，战国向全世界宣告艾斯就是罗杰的孩子。雷利也应该听到了，但是在顶上战争完结时，雷利因为白胡子的离开流下眼泪，却没有为艾斯的离世发表任何观点。与罗杰如同兄弟的雷利居然会无视艾斯的存在，的确很难让人理解。艾斯对香克斯有一种敬意，因为他救过路飞一命。小时候的艾斯跟着马奇诺学习礼仪，为了在出海后能亲自找香克斯道谢，香克斯也很认可艾斯的实力。得知艾斯带人来找自己时，香克斯立马摆出拔刀的架势，并评价艾斯是超级新人。得知艾斯是路飞的哥哥，且没有任何敌意后，香克斯只能收起佩刀格里芬，大摆宴席邀请艾斯喝一顿。得知艾斯去追杀白胡子后，香克斯也不管是否会得罪海军，主动与白胡子取得联系，并且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目的就是让白胡子召回艾斯。香克斯认可艾斯的实力很强，年纪轻轻就能当2番队长，但黑胡子更加危险，艾斯去追杀他会发生不测。虽然香克斯2度赞扬艾斯的战斗力，却认为艾斯的实力不如黑胡子。
巴基也不知道艾斯是罗杰的儿子，但巴基知道艾斯是白胡子的人。巴基见到艾斯上了自己的船后，让下属们千万不要动手，不是因为打不过艾斯，而是害怕白胡子带人来灭掉自己。毕竟白胡子是与罗杰平起平坐的人。于是巴基好酒好菜招待艾斯，一点点也不敢怠慢。在推进城的时候，巴基评价艾斯与路飞完全不一样，艾斯非常懂礼貌，也不会大呼小叫。巴基还认为海军敢对白胡子的人下手，简直是疯掉了。在巴基心目中，艾斯是一个很有礼貌的酒友，与艾斯本来的形象有太大的差别。吴老星到底花了多少钱，才能让看工资打输出的黄猿一场战斗都没输过？26岁时，波鲁萨利诺和萨卡斯基一起加入海军，两人均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，被世人一并称为怪物。12年前，波鲁萨利诺46岁，职位是海军中将，轻松击败鱼人恶龙后，晋升为海军大将，代号变成黄猿。2年前，路飞在香波地群岛闹事，一拳揍飞天龙人，黄猿没有放过出差拿补助的机会，踩着炮弹飞到香波地群岛，见到比自己还会装13的霍金斯，黄猿二话没说，一脚光速踢踹飞，最年长的超新星沃尔基也没跑掉，来了一脚光速踢飞了出去。贱兮兮的阿普看到黄猿，不仅没有逃，还主动攻击劈开黄猿的身体。黄老爷子先来一招8尺戟，瞬移到阿普头顶，又从上而下接了一脚光速踢，碰到老同事德雷克，黄猿送上贴脸光速踢，演技直接拉满。回过头又给霍金斯补上几发镭射光线，装最帅的13就得挨最狠的揍。打索隆的时候，黄猿有点玩的意思，一发镭射光线过后，踩着索隆的脑袋练习高抬腿，硬生生等到雷利出场踹飞自己的光速踢。与雷利的战斗，黄猿表现得恰到好处，脸颊被轻微划伤，为放走草帽团找了个很好的理由。来到顶上战争，黄猿的表现非常活跃，主动攻击白胡子，大招8尺琼勾玉被马尔科完全挡下，自己也被马尔科一脚踢飞。与马尔科的2度交战，黄猿借助海军中将的帮助，2发镭射光线击穿马尔科的身体，对战受伤的白胡子。黄猿被从云切砍中却没有受伤，随后射出1发镭射光线击穿老爹身体，又在白胡子分心之时用激光射穿对方的手臂。黄猿对路飞的几次出手，救人的嫌疑更大一些。路飞来到3位大将面前，黄猿一脚将其踢飞。当路飞被2位中将围攻时，黄猿又来了一脚，将路飞踢到白胡子手中，本可以击中路飞的脑袋，黄猿却用激光打断了钥匙，不像是在放水，更像是在放海。对战巴基大神，黄猿的表现略微有点差，从背后偷袭巴基却被对方轻松躲过。见到本贝克曼后，黄猿主动举起双手，两人没有爆发战斗，场面上是黄猿逊色了一些。趁着本贝克曼分心之时，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罗的潜水艇，虽然没有打中，也算找回了一些面子。对战自己的老式责法，黄猿是火力全开，天丛云剑和8尺琼勾玉齐上阵，联手一群中将干掉责法。黄猿一场未输的战绩，得拿多少工资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海贼王1058话第一波情报更新，又是剧情爆炸的一话。草帽团全员赏金公开，鹰眼的赏金达到了35亿9千万贝里，还有巴基和老沙的赏金也确定了。最重要的是萨博登场了，快来一起先睹为快吧。本话的标题是新的皇帝，主要是介绍十字工会与草帽团成员的赏金。扉页中，凯撒要求杰尔玛带他一起离开蛋糕岛，加之与凯撒曾经是同事，雷九和伊治等人应该不会拒绝。正片从介绍草帽海贼团所有人的赏金开始。索隆的赏金是11亿11贝里，也有版本说是11亿100万贝里，哪个是正确的还不好说。索隆的生日是11月11日，他的赏金为11亿11贝利或许更合适点。盛平的赏金是11亿贝利，从4亿3800万贝利涨到11亿，涨幅确实有点大。山治的赏金是10亿3200万贝利，打败赏金13亿2千万的奎因。山治的赏金涨幅确实不算大，而且比盛平还少了一点。第3战力的位置还能保住吗？乔巴的赏金涨了10倍，从100贝利涨到1000贝利，距离买棉花糖还差很远很远。巴基并不是十字工会的首领，因为海军弄错了，才让巴基当上了4皇。其中还提到了一点，巴基欠了某人一个大人情，这个伏笔对后续的剧情必定会有很大的影响。鹰眼的赏金也公布了，达到了35亿9千万贝利，比路飞高不说，居然比4皇黑胡子还要高。35亿9千万贝利的赏金，也能证明鹰眼拥有4皇级别的战斗力了。鹰眼过往的历史也有介绍，在加入七武海之前，鹰眼的称号是海军猎人，就是靠抓海军换钱的人，也难怪巴基敢于对海军发布悬赏令。巴基的赏金为31亿8900万贝利，没有鹰眼高，却当上了4皇。难道十字工会真正的首领是鹰眼吗？克洛克达尔的赏金也公开了，达到了19亿6500万贝利，居然超过了马尔科的赏金。在2年前，老沙的赏金也才8100万贝利，有如此大的涨幅，老沙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大事？接近20亿的赏金，也能反映老沙的实力真的强，有挑战白胡子的资格。结尾式画面是革命军基地，龙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对方是萨博，最后是尾田惯用的伎俩，
爆出精彩的剧情之后，都会送上下周休刊4个字。在圣地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后，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他的赏金又会是多少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为了让路飞当海贼王，草帽团10人丢了7件宝贝，乔巴才是最悲催的那个人。路飞丢了兄长艾斯，从17岁一人一统出海，到成为匹敌红发的4皇之一。路飞经历最惨的一场战斗在马林饭多，直面海军3位大将救出艾斯，却看着艾斯在自己眼前丧命。随后路飞听从雷利的建议，让草帽团歇业2年提升实力。2年过后，路飞走出失去兄长的阴影，熟练掌握3色霸气，也有了与海军大将正面战斗的实力。索隆丢了左眼，为了保护自家船长，索隆可以将性命交给暴君熊，也可以向自己的敌人鹰眼下跪学习剑术。经过2年的修炼，索隆失去一只左眼，换来了深不可测的战斗力，距离世界最强剑豪又近了一步。布鲁克丢了小号，加入草帽团之初，布鲁克没有特别的梦想，整天想着看美女胖子。2年的修炼时间，布鲁克沉迷于当明星，一度让弗兰奇觉得他会离开草帽团。从蛋糕岛篇章开始，布鲁克丢弃小号，开启大号，单挑4皇大妈本人一点也不怂，成功拿到历史正文的他们，的确有称罗杰为新人的底气。弗兰奇丢了躯体，被暴君熊拍飞到贝加庞克的故乡后，弗兰奇来到了贝加庞克的实验室，用2年的时间，弗兰奇放弃躯体，将自己彻底改造了一番，不仅创造出大将军，也拥有了击败飞6包的实力。山治丢失了信念，山治坚持的信念有2个，一个是绝不会踢女生，另一个是不与吉尔玛有任何关系。在和之国，山治穿上3号战斗服，导致体内的血统因子觉醒，击溃赏金超13亿的异灾奎因，也让山治与文斯莫克家族关联起来，失去了他原本的信念。罗宾丢失了肤色，在革命军待了2年后，罗宾变白了也变强了。早年的罗宾很瘦小，皮肤也是黝黑的，2年后罗宾皮肤变得白皙，像换了一个人。在对抗百兽海贼团的战斗中，罗宾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，释放心中的恶魔，击败飞6包之一的黑玛利亚。乔巴丢失了赏金，作为草帽团的医生，乔巴一直被当作路飞的宠物。海军象征性给了乔巴100倍利的赏金。在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乔巴变成暴走形态，抵挡4皇大妈的攻击，保护奈美和加洛特。在鬼岛决战中，狠狠给了奎因1巴掌。凭借这样的战斗力，给乔巴1个亿的赏金也不过分吧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